王一博法网生图硬控3天，3、4线女孩追星终于不土了，原来可以这么高级。法网赛场意外迎来了一位内娱顶流的现身，王一博戴着巴拿马草帽坐在观众席看网球赛的生图一经流出，瞬间刷爆热搜。照片里的他没有夸张的造型，也没有精心设计的摆拍动作，只是安静地坐在人群之中，专注观看比赛。然而就是这样一种自然放松的状态，却让无数网友第一时间认出了他。不少人感叹，王一博似乎总有一种特别的存在感，即便是在聚光灯之外，即便身边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，他依然能够让人一眼注意到。尤其是草帽、墨镜加上简约穿搭的组合，不仅没有削弱他的辨识度，反而让整个人多了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气息。相关照片传播后，很快登上多个平台热搜，引发大量讨论。更让人感到有趣的是，粉丝们的关注点早已发生变化。过去追星，大家讨论更多的是新歌销量、舞台数据或者应援规模，而如今，不少粉丝已经练就了堪比时尚编辑的观察能力。有人第一时间认出了王一博身上的 Lacoste 最新亚麻套装，有人分析草帽与整体造型的搭配逻辑，还有人专门研究比赛转播镜头中的细节。甚至连 CCTV5 直播画面中短短几秒钟的铜框镜头都被网友截成高清图片反复研究，一帧一帧寻找王一博出现的画面，评论区里更是热闹非凡。有人调侃说，现在追星不仅要懂娱乐圈，还得懂时尚、懂运动，甚至连国际赛事规则都要顺带学习。曾经只会举应援牌的追星女孩，如今已经能够轻松分辨不同品牌、不同系列的服装细节。这种变化也让很多人发现，如今的追星文化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，而比起赛场上的照片，现场观众记录下来的生活片段反而更加打动人心。有网友偶遇王一博，看完比赛后在街边买冰淇淋，也有人拍到他独自在巴黎街头散步的画面。没有工作人员围绕，没有刻意安排的拍摄流程，他就像普通游客一样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。正是这种自然流露出的松弛感，让很多网友觉得格外真实。事实上，那些被体育频道无意间捕捉到的镜头，往往比精修照片更有感染力，因为观众看到的不再是舞台上的明星，而是一个热爱生活、热爱运动的人。镜头里的王一博会专注观看比赛，会因为精彩回合露出表情变化，也会像普通观众一样沉浸在现场氛围之中。这种真实感恰恰成为最容易引发共鸣的部分。或许也正因为如此，越来越多粉丝开始意识到，追星的意义早已不仅仅停留在关注作品和活动本身，真正吸引大家的是陪伴一个人不断成长的过程。从横店剧组里的演员，到电影《维和防暴队》的拍摄现场，从赛车场上的职业车手，到如今现身法网赛场学习和体验网球文化，王一博不断尝试新的领域，也不断带给外界新的惊喜。对于许多一路关注他的观众来说，这种陪伴感才是最珍贵的部分。大家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明星出现在不同场合，而是见证一个人持续探索、持续成长的过程。每一次新的尝试，每一次新的突破，都像是在共同书写一段成长故事。而法网赛场上的这次现身，也让不少网友再次感受到那种熟悉的快乐。原来追星最美好的瞬间，不只是舞台上的万丈光芒，
更是在这些真实而平凡的生活片段里，看见一个不断向前奔跑的王一博。这一届粉丝的追星方式，也早已悄悄完成了一次升级迭代。过去的追星更多停留在应援、打榜和收集周边的层面，而如今，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把追星变成一种审美学习和生活观察的过程。相比于简单的感叹一句哥哥好帅，他们更愿意去研究镜头背后的穿搭逻辑和风格表达。王一博此次现身法网的造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看似简单的一顶巴拿马草帽，一套亚麻穿搭，却迅速成为社交平台热议的话题。有粉丝专门分析帽檐角度与脸部轮廓之间的关系，认为微微下压的帽檐既能够形成自然遮光效果，又能营造一种轻松松弛的度假氛围。而做旧牛仔裤卷边露出脚踝的细节，则被不少时尚博主解读为典型的法式慵懒穿搭语言，让整体造型在随性之中保留层次感。这些过去只有时尚杂志才会讨论的话题，如今却频繁出现在粉丝群体之中。越来越多人开始主动学习色彩搭配、服装剪裁和风格表达。一些时尚博主围绕王一博的法网造型制作分析视频，播放量轻松突破100万。评论区里不断有人留言说，原来追星还能顺便学穿搭，没想到自己开始看得懂服装细节了。这种变化也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追星的意义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种审美能力并没有停留在网络讨论里，而是真正影响到了不少人的现实生活。有人分享自己的 OOTD， 用二手市场淘来的亚麻衬衫搭配草编包，用不到200元的预算打造出舒适自然的夏日风格。有人开始尝试过去从未接触过的色彩搭配，还有人因为关注穿搭细节，逐渐培养出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。大家好，看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王一博这些年的变化真的很大。从曾经被质疑，到如今一次生图就能惊艳全网，这份成长确实让人感慨。如果大家也喜欢收藏王一博相关周边，我把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同款 T 恤和纪念品放在了视频简介和置顶评论里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评论区里，一位来自县城的女孩写下了一段让许多人共鸣的话：以前觉得追星就是花钱买专辑、投票打榜，现在才发现原来还能跟着喜欢的人一起认识更大的世界。这句话获得了数万点赞，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王一博带来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娱乐本身。有人因为他开始了解网球比赛规则，第一次知道大满贯赛事的魅力；有人因为街舞节目学会欣赏不同舞种的表达方式；还有人因为看到他练习滑板时一次次摔倒又重新站起来，慢慢改变了自己面对失败的态度。原来成长并不一定来自宏大的道理，有时候只是看到一个人不断尝试新事物的过程，就足以给人带来启发。或许这正是当代追星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大家关注的不再只是明星本身，而是在陪伴和关注的过程中，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。从穿搭到运动，从艺术到生活方式，从兴趣爱好到面对挑战的态度，越来越多人发现，追星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寄托，更像是一场关于成长与探索的同行之旅。而王一博法网赛场外那些看似普通的生活瞬间，也恰恰成为了这种成长感最真实的注脚。王一博所呈现出的这种硬核追星经济学，正在悄然重塑粉丝文化的底层逻辑。过去很多人提到追星，第一反应可能还是买周边、
做数据、喊口号、刷热搜。但王一博的特别之处在于，他总能把一个又一个看似陌生的领域，变成粉丝愿意主动靠近的兴趣入口。从这就是街舞的舞台，到滑板、摩托车，再到如今法网赛场的观众席，王一博就像是在无形中开了一堂公开课。他没有刻意说教，也没有把热爱包装成口号，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，一个人可以不断尝试新的东西，也可以在不同领域里慢慢成长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展示出来的不是完美无缺的结果，而是真实的过程。滑板训练时摔出的淤青没有被刻意遮掩，网球练习时满身的汗水也能坦然呈现。对于观众来说，这种不加滤镜的过程感，反而比一个精致完美的成品更有吸引力。因为大家看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偶像，而是一个愿意学习、愿意吃苦，也愿意把成长过程展示出来的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粉丝们开始慢慢从过去对完美偶像的执念中抽离出来。他们不再只喜欢舞台上的高光时刻，也开始珍惜那些真实、自然，甚至略显笨拙的瞬间。比如王一博吃冰淇淋时差点滴到衣服上的小慌乱，比如他练习新项目时还不够熟练的表情，又比如他认真观看比赛时专注到忘记镜头的状态。这些画面看起来不够精修，却特别有生活气息。正如一位体育记者所评价的那样，当偶像愿意展示自己的学习过程，粉丝就不再只是单向仰望，而是会产生一种共同成长的参与感。因为他们会发现，原来喜欢一个人，不只是看他站在顶峰发光，也可以陪他一起学习，一起探索，一起面对不熟悉的新世界。如今再打开相关超话，里面的内容早已不只是单一的应援文案。有人整理网球入门指南，给刚开始关注法网的粉丝科普比赛规则；有人每天打卡学习法语，只因为想更了解巴黎和法网背后的文化；还有人晒出自己报名滑板体验课的经历，哪怕第一次上板就摔得有点狼狈，也依然觉得很开心。这种变化其实很动人，因为追星不再只是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一个遥远的人身上，而是慢慢变成了一种自我提升的动力。有人因为王一博开始运动，有人因为他去了解街舞，有人因为他学习穿搭审美，也有人因为他明白失败并不可怕，重要的是愿不愿意重新站起来。所以王一博真正带给粉丝的不只是短暂的热闹和话题，而是一种更长久的影响力。他让很多人看见，热爱可以很具体，成长也可以很日常。它可以是一节网球课，可以是一次滑板尝试，可以是一场舞蹈练习，也可以是普通人下班后愿意为自己多学一点东西的那个瞬间。追星的意义也就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变得更加具体而温暖。它不再只是追逐一个人，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的理由。